好了，今天的标题是外国人移居马来西亚最常问的10个问题。Your mind is clearer than before. Your heart is full and wanting more. Your future's at the door. Give it all you got. No hesitating.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ie。今天你可能是第一次点进来，也可能是看了我前一支视频，为什么马来西亚成为全球布局新焦点之后回来的。而今天的这支影片呢，我们会更加的接地气，我们来谈外国人移居马来西亚最常问的10大问题。今天不是推销，也没有包装，而是我作为本地土生土长马来西亚华人，再加15年房产经验，再加上亲自接触大量海外客户之后，整理出来给大家最真实的解答。那你今天准备好了吗？首先，第一，马来西亚安全吗？那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问，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对吧？那答案呢，就是整体来说，马来西亚是属于治安中等偏稳定的国家，尤其是吉隆坡、槟城、柔佛这些城市，在这里没有合法的持枪，也没有种族暴力。大多数的社区呢都是日常宁静，活动频繁。你会看到晚上还有人在街边吃炒粿条、吃宵夜、散步，生活气息浓厚。那么当然了，跟世界上多数的城市一样，就是日常的小偷小摸、诈骗讯息也偶尔有发生。但只要像平常一样注意你的财物，避开偏僻小巷，那生活其实它是相当安心的。总结一句话，不需要过度的担心，也不需要完全放松警惕。就像你熟悉的城市一样，安全感呢，它就是靠你的生活习惯去维持的。OK， 这个问题呢，我听过了很多的版本。有人会问说，咦，马来西亚还有在种田吗？这边呢，真的误会很大了。马来西亚是发展中的国家，没有错。不过在城市的地区，比如说吉隆坡，生活基础设施它是完整的。在这里呢，我们有 MRT， 有地铁，有高速公路，有各大国际的品牌商场，我们也有金融区、CBD、高楼林立、办公楼、写字楼、医院等等，都是有国际水准。有人担心说，搬来马来西亚会不会就脱节了，跟不上全球的节奏？那我的回答是，其实马来西亚国际连结比你想象中的更广。就比如说在教育方面呢，马来西亚是全亚洲国际学校最多的国家。IGCSE、IB、A-Level 甚至新加坡课程任你选择。那你的孩子呢，在这里念书之后，照样去英国、澳洲、新加坡继续升学。在医疗方面，截至2025年，马来西亚已经被 Nomad Capital List 评为全球最佳医疗旅游国家。在2023年呢，有吸引超过130万个国际病患。有的医院就比如 Gleneagles 还有Sunway Medical Center 也入选为全球最佳的医院榜单。而在商业金融方面呢，吉隆坡是全球伊斯兰金融中心，也是不少的外派人士、跨国公司东南亚区域总部的落脚点。所以如果说马来西亚落后的话，真的有点不公平啦。更真实的说法呢，我们并不是世界第一线的城市，当然我们也就是在发展中，所以我们还是有这个发展的空间的。关键是这里适不适合或者是说你想要的一个生活节奏。那么这个问题呢，是蛮多人好奇的。虽然我们的文化、语言、信仰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大家其实就早就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今天你走在街上，你会听到有人说马来语、华语、中文、福建话、大米尔。早餐你可以吃椰浆饭，午餐吃海南鸡饭，晚餐是印度香料的羊肉饭。还有各种各样的节庆，就是马来人的开斋节、华人的农历新年、印度人的屠妖节、大宝生节，全部呢都是我们国家法定的假日。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常常看见的常态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孩子从小就和不同民族的朋友一起上课、一起玩耍。在办公室里面呢，我们一起庆祝各种节日就是常态。那么当然，政治层面呢，偶尔会有摩擦，但人民之间，尤其是城市生活圈里面，我们早就学会了彼此的包容、和平相处。对，我们基本上从小已经习惯了。
OK， 那我们不是最便宜，但非常的划算。在吃饭方面，我们早餐你可以预计大概5令吉到10令吉之间，正餐就是10令吉到30令吉之间，普通的咖啡店或者食肆中心随处可见，该有的西餐、日本餐、星巴克也有，而且价格也不夸张。说到房子方面呢，在吉隆坡马币10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一间市区拥有产权的公寓。那我们就不像大城市新加坡、香港、台北那样一出手就是天价。交通方面呢，我们是用 Grab， 到处随处都可以乘搭，还有呢，汽油是有政府补贴，停车费还有过路费也不算贵。来到医疗方面，那么私立医院的服务很好，费用也就大概是欧美的1/5。很多外国人呢，他是特地来到大马看病、体检，而且就是一些慢性病的治疗。而在这里呢，我觉得最值得一说的是，马来西亚的房价还是很多本地年轻人买得起的。那不是说人人轻松有房，但至少有努力的空间，有一条路走，就是说有恒产者有恒心。那这是我们小时候常听到的一句话，它的意思是说，当你有机会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你的生活就多了一份踏实，也更有奋斗的目标。因为呢，现在在很多的国家，房子已经变成了梦想。那在这里呢，马来西亚它还是一个可以规划的现实。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来自海外的中产家庭看一圈过后，觉得这里不是最奢华，但是真的住得起，活得舒服。那在医疗这一块呢，有很多人搬来过后发现，真的可以哦。因为呢，我们这里是有国际认证的私人医院，就是 Gleneagles、Sunway、班代等等的。很多的外地人呢，都会特地来到马来西亚做体检、牙科、美容小手术。它不只是便宜，就是整体的体验好，服务周到。它的答案是可以的，有很多保险公司都有提供针对外籍人士的医疗保险方案，可以涵盖门诊、住院、手术，甚至紧急救护车。有些保险呢还是支持现金 less admission， 就是说免现金入院，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保险卡，急诊的时候可以直接刷卡入院，不用先垫钱。那么当然，保费呢会根据你的年龄、健康状况，还有保障的内容来调整。就整体来说的话，在马来西亚投保，它的保费呢是比欧美或者新加坡便宜很多 ，CP 值很高。所以如果你担心人在国外看病会不会很麻烦，那这一边的话呢，真的不需要太焦虑。马来西亚的医疗系统呢，是很多退休族还有第二家园申请者申请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你关心孩子的教育，那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呢，在这里国际学校它是非常多元化的。常见的呢，我们有英式、剑桥 A-Level、IGCSE、美式 AP、SAT 路线，新加坡式教学，例如说以英文、华文为主的，还有全球认可的 IB 课程。那么学费呢也相对的亲民，就比香港、新加坡、台湾便宜很多。一年呢大约马币3万到6万，都可以找得到不错的学校。语言环境呢自然融入了英文、中文甚至马来文。那孩子能适应得了吗？其实孩子呢比大人更快适应，因为这里从小就多元化共处，就孩子的同学呢是来自不一样的背景，有马来西亚人、韩国人、日本人、香港人、英国人、印度尼西亚人等等，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文化混搭的环境里。其实这对于孩子未来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多元背景交汇的世界里，孩子从小就接触了多种的语言、多种的文化，那么其实呢，他们包容性会更强，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软实力的养成的小孩子呢，以后更容易的融入国际职场，更容易的出国深造，也更容易的适应未来生活的多样性还有不确定性。在这里呢，选项其实还蛮多的。首先，我们有大部分人都知道的 MM2H 第二家园，那它是适合退休生活规划型的家庭。
那还有呢就是 PVIP 高级居留签证，是适合高净值企业主，就是要来这里工作做生意的。那还有呢就是学生签证、工作签、配偶签，只要你的资料准备齐全，其实也不算复杂。那相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呢，马来西亚它是属于选项多、门槛中等、制度透明的国家。那在这个视频呢，现在你可以看见的就是我这些不一样的签证它的难度还有申请的条件等等，大家就做一个参考啊。可以，而且是可以买永久产权的房产。这一点呢，跟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泰国，外国人只能购买公寓，他是不能购买有地住宅。那在这里呢，是可以购买的，只要你有钱，你的预算可以就可以啦。外国人在马来西亚买房的门槛呢，会根据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价格设限。就比如说吉隆坡地址的话呢，就必须是马币100万以上。那在槟城的话呢，我们在冰岛里面是马币100万以上，如果不是冰岛的话，马币80万，或有一些地方可以更低的价格购买。那么在柔佛或新山是100万，那么经济特区呢，它就有不一样的价格设限。那么来到雪兰莪州或八达岭市的话呢，就是马币200万以上。除了这个价格设限以外呢，就其实没有太多的限制了。外国人他是可以100%拥有房产，你不需要合伙或者是租赁，你也可以把房子出租或者是自住，长期持有，未来传承给子女。那么在马来西亚这里呢，我们目前并没有遗产税，也没有房产控制税，所以你持有房产的成本呢，它是低的。所以买下来了以后呢，不只是你可以度假用的单位，而是真正属于你的，具备资产属性、投资回酬、居留功能的一个海外房产。其实有很多人来马来西亚之前呢，最常问的问题就是哎呀，我不会说马来语，会不会寸步难行啊？ OK， 那请你放心，真的不会。马来西亚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并存的社会，语言环境呢很灵活。马来西亚人本身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里面就有好几种语言的，就是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比手画脚、面部表情再加一个眼神沟通，基本上我们可以明白就可以了。我们都很随意的，对不对？那中文通行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华人区的话，讲华语、福建话、粤语的这个服务员都很多，都很习惯，就是见到华人就是说中文的了。那么在菜市场啊、咖啡店啊、发廊、美食街，讲中文的地方也比你想象的更多。那么在马来西亚这里呢，英文它是主流的通用语言，就是说医生啊、律师、银行窗口人员，大多数都是能以英文沟通。那么文件、表格、报税系统等等都是有英文的选项，不用担心看不懂。如果说马来语的话呢，因为它是国语，所以一般上我们去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话，就是使用马来语。那假设说你真的需要去到政府部门的话，不明白的话，其实你用英语我们的官员也是能听得懂的。再加上呢，现在我们是有很多的翻译 apps， 然后谷歌翻译、Line 即时翻译等等都可以使用，都很方便。很多人在考虑移居或者退休之前呢，最关心的其实不是买房或签证，反而就是我搬去马来西亚过后，每个月要准备多少钱生活。 OK， 好，我们今天就来一次讲清楚。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吉隆坡市中心2个人生活费用的预算表。那首先第一就是公寓管理费，那这边呢是看公寓档次的，每个月我们就预计一个500到800。接下来就是水电费还有网络，那这里呢就包括你的冷气使用、WiFi， 对。那这边的话每个月300到500之间。那如果是外食我们就预计一个人就每一餐20令吉。那么在这里呢，平均20令吉乘2个人，再乘2餐，再乘30天，所以就来到2400。接下来还有就是杂货，还有自主食材。那这里呢，我们是有品质的一些基本家庭采购就大约马币1000一个月。接下来就是交通 Grab 或者是 MRT。假设说一个星期打车几次，然后平日你是乘搭 MRT， 那一个月下来呢，就大概马币500。那接下来就是手机费用一个人150，这里呢就包括了无线上网配套。还有呢，就是
其他的就是咖啡啊、聚会啊、娱乐等等的。那么这边的话，我们预计一个800吧，就吃甜点、看电影，还有小型旅行这样子。所以这边总计起来的话呢，就大约是一个马币4900到6700之间。那么我在这里呢，再说明多一点，就是如果你是住在槟城或郊区呢，可以再便宜一点。就大约再便宜一个1000到1500这样子。那如果有车的话呢，你就另外加一个1000，就你的月供、车油还有停车费。如果有孩子的话呢，国际学校啊、保险、医疗费啊另外加。那如果你是喜欢高品质生活的话，也 OK。那马来西亚呢，我们就是有高级商场、米其林美食、5星级酒店、下午茶，生活方式呢是你自己定的。那么在这里总结一下，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呢，如果你要省的过马币4000以内的话是可以的。那如果你要过得比较有品质感的、有优雅感觉的那种仪式感哈，就大概马币6000、7000一个月，也算是轻松而优雅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你想要更奢华的这个生活水准的话，那就没有设限了。那以上的这10个问题呢，基本上就是我这几年常被问的。那如果你也在思考未来10年要在哪里生活，想要一个可以住、可以投、可以为家人规划的国家，不求炫耀，只想稳稳的过日子，那么马来西亚呢，可能就是这个可以让你安心、有温度又不太难实现的地方。好啦，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我是 Ellie， 专注于分享马来西亚的房产和生活。有问题的话，欢迎随时留言。那影片的下方呢，可以找到我团队的联系方式，我们欢迎大家来聊一聊。那在结束之前，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拜拜。